对，我又去光华商场乱买东西了。最近我的 MacBook Pro 13寸有点问题，那目前正在和苹果安排的专属人员一起排错，找找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服务真的是还不错，但这不是今天的重点，以后有空再来讲这个部分。今天的重点是在过程中我必须不断备份我的电脑。那目前使用的 SATA SSD 最快只能到500 MB 上下，那再加上我想把系统备份和剪影片碟分开储存，所以想买一个快一点的外接硬碟。那找了找，目前支援 Thunderbolt 3的外接硬碟都不便宜，分开销售的 Thunderbolt 3外接盒则是动辄3到5000块台币左右，所以还是先锁定有支援 USB 3.2 的外接盒，然后 SSD 分开买，以后价格降一点再换成 Thunderbolt 的好了。所以我就在完全没有做功课的情况下，跑到光华商场去买 SSD 和外接盒了。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因为会像我一样乱买东西。那 SSD 的部分，我大致上就是锁定比较有名的牌子，然后速度上读写高于2000 MB 就可以，反正现在太快也用不到。但以后换成 Thunderbolt 的外接盒还是可以支援。最后选的就是在速度还有价格都适中的 Western Digital 蓝标1 TB。再来在外接盒的部分，我发现现场的选择真的不多，而且 USB 3的规格名称改来改去的，反正基本上要有支援10 GB/s 的，就是 USB 3.2 Gen 2，改名称前叫做 USB 3.1 Gen 2。所以目前要找到这个速度的话，就是认这两个规格。那要更快的话，就是 USB 3.2 Gen 2/2，可以到20 GB/s。但至于要达到这个理论速度，当然就是你本身搭配的 SSD 要支援，还有你的电脑本身接口也支援。但我的 Mac 上面也没有支援 Gen 2/2，况且真的要快，我就直接上 Thunderbolt 就好了。在选择要哪一款外接盒的时候，突然看到华硕的名字在列表上面，而且还是 ROG 的。虽然我一直以来都是用 Mac， 然后也没有什么在玩电动，但是还是大约知道 ROG 这个系列。尤其近年来很红的 ROG Phone， 算是我觉得在台湾厂牌里面唯一成功的在 Android 市场找到一个很好定位的商品。那其他列表上的牌子我都不知道，然后就问了一下店员这款外接盒，然后他说整体包装、做工还有质感都比较好，散热上也会比其他厂牌好一点。那里面有送双 USB-C 的线，就当我还在考虑这样值不值得多付1倍的价格的时候，店员就说：“哦，你要跟 SSD 一起买哦，那这样可以再折500哦。”对，所以我就这样买下人生中第一个 ROG 系列的产品。好，废话很多，现在来开箱吧。其实，在现场店员需要打开贴保固，所以已经被他开过一次了。外盒上有写到 ASUS EraSync， 好像就是如果你有其他商品，它的 RGB 灯可以同步。但身为 Mac 使用者的我，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同步。背后有标示对于 Mac 的支援，那意思上大致就是这个外接盒 Mac 也可以用。还有图示显示在设计上有双散热片，分别针对 SSD 还有另外的组件。另外这边就是我买的 WD 蓝标 SM550 1 TB。整体的外盒看起来就很电竞吧，一种你永远不会在苹果产品上看到的风格。这个重量真的是非常的扎实，比我想象的重了不少。顶端透明凸出来的部分，应该就是会有 RGB 光溢出来之类的，让我用来剪片时也能感到很热血。不好笑。底部就有 USB Type-C 的接孔，还有个小洞。这里就是开启这个外接盒的小机关，我在店里有看到店员打开时还蛮惊艳的。里面有送一个卡针，再来还有一个挂钩，还有保护套。说真的，这些配备加起来，感觉跟杂牌比起来，多个500块还能接受啦。虽然我应该是都不会用，但可能很迷 ROG 的人会觉得蛮值得的。再来下面有一条 USB-C to A 的线，还有一条 USB-C to C 的线。好，现在就来最兴奋的一刻，打开这个硬碟盒吧。这个打开的方式真的是还蛮疗愈的，上盖也是蛮重的，里面可以看到散热片是两侧都有贴。再来就来装上 SSD 吧。安装时注意到螺丝的中间有一个缝隙，就是让你卡入 SSD 底部的凹槽。SSD 装好后，盖回上盖就完成了。首先先来说一下这个 RGB 灯，我本来担心会因为用 Mac 而不能去做调整，会不会变成只有单色一直闪？那如果是白光就算了，如果闪个什么黄绿红的就很难看。还好插上去之后，它就是走这种渐层的变换方式，还算不错。但是像 Armoury Crate 还有 EraSync这些在 Mac 上都没有支援的软体，废话又没有人会自主监禁 Mac， 黑苹果不算啦。再来就来测试一下速度吧，这边用的是 Blackmagic Disk Speed Test 来测试。这就是测试一下基本的速度，那真实使用下可能会因为你的状况啊和需要存取的连接装置而异。
那这个速度约900 megabytes per second，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啦。但感觉这个 SSD 应该是能再快一点，可能就等以后升级 Thunderbolt 之后才能解放了。其实这就是一个 M.2 NVMe SSD 的外接盒，搭配上 Type-C 的 USB 3.2 Gen 2规格，在实际使用上的传输速度就是那样，不会因为有 ROG 的 logo 和七彩的 LED 灯而变快。那市面上很多类似的外接盒都能达到这样的表现。那如果以它原价1990元台币来说，贵上其他品牌约1倍，但以功能来说，可能真的不太值得。但是我觉得以我搭配 SSD 的入手价1490台币，我觉得在包装、配件、设计、质感、做工，还有会渐层变色的 logo， 加上里面有多附一条 ROG logo 的 C2C 线。有拍的也要个几百块，整体来说，我觉得算是对得起这个价格。那我自己是没有后悔啦。其实光这个壳的整体的工业设计，我就觉得有这个价值了。当然，我也必须说，这个并不是一个高 CP 值的选项，所以就看你自己怎么取舍咯。以上就是我人生中第一个 ROG 的产品，那我不知道会不会是最后一个。当然，如果华硕要找我开箱 ROG Phone 的话，我也很乐意。看你们的手机能不能打动果粉吧。我不保证只讲优点，不会讲缺点，但我一定会真实分享我的使用感受。好啦，喜欢这类的影片，记得帮忙按个赞，然后订阅频道，还有按下小铃铛，也帮忙分享一下吧。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